这一期我们介绍一下软件结构程序组织单元 POU 中的动作和方法。动作，我们可以在程序和功能块下方添加具有访问器功能的动作。在动作的代码中可以使用另一种语言，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功能块，我们可以在动作中使用和功能块和程序不一样的编程语言。动作没有自己的声明，它可以与基本实现中的数据一起使用。基本实现指的就是这个功能块程序，动作使用其基本实现中的输入输出变量以及局部变量。下面我们通过 Smart Control 软件进行一个介绍。这里有功能块1、功能块2、程序1、程序2。程序2放在了任务下面，只有程序2放在任务下面，程序2在运行。程序2里面调用了程序1作为子程序，调用了功能块1，调用了功能块2。我们可以左键双击，可以进入到功能块1。下面我们在功能块1下面添加一个动作，我们左键单击功能块1，左键选择功能块1，然后右键添加对象，选择动作。这里是动作的名称，我们可以给动作起一个名称。这里是选择语言，我们可以选择一种自己使用的语言。在这里，功能块1我们可以看到使用的是 ST 语言。我们添加的动作，我们可以选择使用其他的语言，这里我们以 ST 语言为例。我们进入动作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动作里面只有一个代码区，没有变量声明区。那么它的变量是从哪里来呢？动作没有自己的变量声明，它可以与基本实现中的数据一起使用。它的基本实现就是它所从属的这个功能块，也就是功能块1。功能块1里面的输入数据、输入变量、输出变量和局部变量，在动作里面都可以进行一个使用。我们这里建立了一个局部变量作为实例，在功能块1的动作里面进行一个调用。我们双击动作，进入动作的编码区，我们对变量进行一个复制，进入动作的代码编辑区，写一行简单的代码。那么代码写好之后，我们怎样调用这个动作呢？我们这里直接输入动作的名称 act， 写完之后我们进行一个编译，编译无报错。动作的调用，我们将程序下载到仿真器中运行，双击进入功能块1，可以看到功能块1的程序在运行。双击动作进入动作程序，双击，我们可以看到动作的程序在运行。我们先退出来，回到功能块1，我们将这行代码进行一个注释。
将这行代码注释之后呢，我们就取消了对功能块一的动作进行了，我们就取消了它的调用。运行，双击功能块一，进入动作。我们可以看到动作已经停止运行。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在功能块2下面添加动作，在程序下面也可以添加动作。所有的动作的用法都是一致的。动作的介绍完成。方法，一个方法包括一个声明和一个实现，与函数不同，方法不是独立的 POU， 而是从属于功能块和程序。方法可以访问上级 POU 的所有的这个变量。下面这是什么意？这3点是怎么理解？我们下面通过 Smart Control 软件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方法它不是一个独立的 POU， 它必须从属于这个功能块和程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功能块、程序下面添加这个方法。那么方法它可以访问它的上级 POU， 方法可以访问上级 POU 的所有的这个变量。也就是说，我们在功能块或者是在程序下面添加了方法之后，那么方法可以访问到这个上级 POU， 也就可以访问到比如说可以访问到这个在我们左键单击这个功能块，选择功能块，右键添加方法。我可以给方法取一个名称，比如我们取一个 method， 返回的数据类型。返回数据类型，也就是我们方法进行一个运算之后所要返回的结果的这个结果的数据类型。这里我们以 int 行为例，确定，这样我们就选择了数据类型。我们也可以直接输入 int 回车，直接输入。然后呢，这里有6种语言可以选择，我们以 ST 语言为例。这里有访问说明符。访问说明符是什么意思呢？访问说明符就是对这个访问的进行一个限制，访问的限制。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 public 或未指定，那么它的访问就不受限。如果我们选择了 private， 只能访问这个程序、功能块还有这个全局变量。该对象在 POU 或设备视流中标记为 private， 关键字是 private。如果我们选择了其他的项目，那么我们这个访问的权限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这里我们就选择这个 public， 或者直接不选，它就不再受限，点击打开。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方法。我们也可以在功能块2下面添加方法，一样的操作，在程序下面也可以添加方法，操作都是一样的。这里我们就将方法先删除，我们以功能块1的这个方法进行一个简介。我们双击方法就进入到了这个方法的界面里面。你可以看到方法有2个区域，一个是代码区域，一个是声明区域。这个声明区是用来声明这个输入变量，还有这个返回的这个变量。这个返回变量呢，就是这个方法的名称。也就是说，我们程序进行运算完了之后呢，通过这个变量进行返回到外面。我们建立2个变量，2个输入变量嘛。我们建立2个 int 型的输入变量。这样我们的简单的这个运算就完成。我们将2个输入变量进行相加，然后通过这个返回变量返回到外面。
那么我们这个方法的程序写完之后呢，我们如何对方法进行一个调用？这里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返回值这种方式进行一个调用，这种是一种也是比较普遍的一种方式。我们这里建立好了一个变量，我们建立这个变量给方法的返回值使用，我们给它起一个名称，开始复制与我们在这里可以右键单击我们右键输入助手文本搜索，然后我们在这里输入这个方法的名称，我们输入 master， 这里就出现了，然后我们双击，我们给两个输入变量进行复制，编译，我们做了个冒号，编译无报错。我们将程序下载到反正器中，点击运行。我们进入程序双击功能块一，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数字进行了一个相加。我们将数字进行改变，运行。程序一功能块一，这个数字改变。这呢是一个我们给它的输入变量进行了一个常数的复制，我们可以将它复制为一个变量，比如说我们将这个变量复制下来，